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敏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特别要来关心到是中俄这一回强势的压进了第一岛链的战场曝光了。今天会帮观众朋友来特别做解读，包括了大陆解放军最近的动作非常的多，辽宁号狂刷100架次，超高音速导弹也下杀，这个画面也曝光了。再加上中俄最近做的反导弹联合开火，日本最新消息今天会来带观众朋友看到是新建在台湾附近新建了飞弹岛压境。东亚是否踏入战争的临界点？今天会一起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强调了，除了辽宁号在外海做这种强度演训之外，还有高超音速的这个导弹画面也曝光了，是看到的是有垂直下杀把船的这个画面。北京秀军事肌肉是在对美日台发出警告吗？第二件事情，这个是最新消息，日本在台湾附近打造的飞弹群岛压到了中国大陆的家门口，从与那国岛一直到宫古岛全面武装。日本是想要嚇阻，还是把整个东亚有没有可能推向一条战争的不归路呢？最后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首次公开的氢弹投放，加上非核氢弹的威力，再加上中俄现在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军演，中俄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吗？今天也会来关心印太的军控会不会因此而不一样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在这一场中日冲突之下，日本防卫省的最新示警，包括了辽宁号在6号到7号，我们上次跟观众朋友报告过，突然间是在这个冲绳外海这边狂刷了100架次的舰载机，还有直升机之外，歼15也对日本的 F-15雷达做照射。最新还有这个就是北京的，另外在微博解放军放的这个 MV 叫做《箭在弦上》。我们请导播也带我们来看这个潜艇集群是一字排开，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直接在上演震撼的画面。从画面中，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逐渐来看到，是从高空有一个垂直下杀的这个砸中靶船的一个画面。专家特别针对了这个影片也做了一个分析，认为这个影片就是在针对美日做警告，也是同时要他们不要干涉台海。而解放军的讯号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层面还做了哪一些呢？北京最近是成功试爆了它的这个新型的非核氢弹，可以燃烧超过1000度，火球持续燃烧2秒以上，高热加震波可以定向的攻击掩体跟建筑，目的现在说就是要在打城市战中打击台湾的防御能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刚刚特别看到的中国大陆公开它的潜艇集群之外，还有这个导弹垂直下杀的一个画面，剑指美日台做警告吗？会不会让台海风险再加剧？大使怎么看？对，我想最主要，中国大陆为什么会亮剑啊？其实这些都是既有的武力，既有的这个新的装备啊。那你说中国大陆有70几艘的这个潜水艇啊，本来就是区域里面最强大的一支潜水艇。那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啊，把它这个阵势摆开？这个在中国大陆军事术语叫亮剑。亮剑就是当受到威胁，或者说受到某种压力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关键时刻可能要发生，中国大陆会先把武器先亮出来。为什么？这个就亮剑，就是让你评估，免得你会做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你搞不清楚中国大陆现在武力到什么程度，那就先告诉你，然后呢你自己评估，免得有这个武器，结果对方也不太清楚，或者说故意搞不清楚，然后呢做了一些挑战，然后发生冲突以后，那冲突一定会造成损失。所以大陆的战略是先让你知道我的武力在哪里，让你自己评估，让你知难而退啦。那我想它最主要还是针对日本，因为这个11月7号高市早苗的这个发言啊，那事实上的话是对在陈平时期对中国大陆，那么公然这个等于就是说要做出行使武力的威胁。那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当然就一定会强烈回应。
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过去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的日本的再武装，那到现在，那么高市早苗的极右势力上台以后，他不但这个对中国大陆进行武力威胁，明白表示说他要干涉台海未来的发展啊。其实台海两边他都知道不是日本的，都是属于中国的。他事实上他的所有的文件都承认，对，1972年、1978年。他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那他现在就是管你是中国还是哪里，他就是要干涉，而且就是说你发生事情的话，我就要行使怎么样这个所谓的集体自卫权啦。那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是认为说这个那么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事实上正在把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这一套这个整个的思维跟做法上，在高度的怎么复刻，而且高速往军国主义的这个方向去推展。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另外一方面，2次大战以后所建构的整体的国际秩序，日本是一个挑战者，他不愿意接受。在领土的安排上，在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约制上。因为2次大战这个联合国的宪章事实上有所谓的什么敌国条款，也就是这一些当时的这些发起战争的战败国，他不能够再恢复军国主义的作为。那德国不能恢复纳粹主义，日本不能恢复军国主义。如果恢复军国主义的话，敌国条款就说那个时候的5强国家，联合国的5强国家可以不经过所谓的这个安理会的授权，就直接对日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最近就把它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而且是对这个水面上的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镜头就播出来，而且也很罕见的把这个潜艇浮上水面，一个舰队展示出来。那这就是亮剑，最主要就是亮给日本看，然后要震慑日本。那然后让日本知所节制要不然就是说，如果日本再往这个路上走的话，那未来跟中国大陆一定发生武力冲突。那么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连非核三原则也都要放弃，对，那日本变成一个核武国家的话，那东亚就永无宁日了。好，现在整个东亚其实陷入在蛮紧张的一个态势当中。日本它这个时候亮剑刚刚提到了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他们的潜艇之外，其实呢，东京这个油门持续的踩下去，让日中关系现在被预估是跌到了10年来最冰点的此刻，因为他现在正式的，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启动了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我们来赶快看到这个消息，是他在台湾周边打造的飞弹群岛，沿着大约是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陆续在这边新建各种的阵地，包括了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电子战的设施，要吓阻大陆武力威胁。来自于日方的说法，而在台湾的东方，只有大概110公里的与那国更被打造成最前线，被当作是火力哨站，等于把战场也推进在台湾跟大陆的家门口。这一波飞弹群岛化是真的能够吓阻大陆，还是把东亚推向另外一场军事战争当中？干哥怎么解读？因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是最近的，才110公里，所以你在上面做什么事情、动什么手脚，那都会被当作焦点来看待。那最近呢，因为他们在与那国岛已经真的就部署了雷达站其实与那国岛本来是没有军队的，但以现在严格来讲的话，也不叫有军队。他们的那个海军陆战队最多是部署在冲绳，也就是说在琉球。所以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这么近，你在上面真的放上飞弹的话，那就是挑衅。目前我们所知道是石垣跟宫古这2个岛。的确有12式陆基对舰飞弹已经部署上去了。那他们部署上去其实有2-3年的时间，可是与那国岛不一样，你如果真的部署上去的话，那就验证了高市你的台湾有事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你就印证了你的野心在哪里。所以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你可以从他一些很小的动作里面看出来，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次在那个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海军辽宁舰它在那个公海上面
竟然被日方的 F-15战斗机逼近。那歼15从辽宁号上起飞是奉命啊，去看看你的意图，这一定要拦截的啦。不拦截不可能。可是通常以前我们在看美俄在冷战时期的北冰洋的对峙，苏联的轰炸机飞过美国航母舰上空的话，通常是不会开照射雷达的。那中国这次就很果决，开了照射雷达，就我告诉你，我已经照着你了啊。可是开照射雷达到了开火控雷达还是一段距离，就算你开了火力控制雷达之后，还没有按下按钮，那就是第3步。所以说，从照射到开火控到真正发射飞弹，其实还很遥远。那是一种自卫、宣誓自卫的一种权利。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平息下来的原因，就是说日本认为他们受到了挑衅，可是中国不是这样想。我在公海上面演习，你的飞机靠近我，虽然你的战斗机也是在公海上，但是这绝对是挑衅行为。那日本说不是你先挑衅，没有关系，各说各话。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就是在测试对方的能耐跟底线。如果一旦一天有事的话，那就可以知道谁的反应比较快。那与那国岛老实讲一句，是我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就是说再过个几个月，他们对于他的防御跟攻势的加强，是不是正如中国的观察家以及台海两岸的观察家所预判的？他会把什么？他可能还会把对舰飞弹移到这个陆地上面去，到岛屿上面去，还有他可能派真正的警卫团，也就是说，那个都是由陆战队构成的。如果真的派上去，哪怕是一个排啊或半个营都可以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降低温度的，反而会使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重点。好，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在这个第一岛链，因为中日冲突而持续扩大哦。那其实呢，不只是影响的范围是到中日而已，现在持续的扩大，许多国家也被拉进来，包括了在俄罗斯哦，因为力挺中国大陆，所以呢，其实这两个国家举行了军演，启动的是第3次的反岛联合军演。那官方有特别定调说，这个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包括了第三方哦。那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呢，现在是如何？美国在这个时候敏感时机，突然间战略态度改了一个方向，最新修订的是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且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不再把俄罗斯列为直接威胁了，是有意图要跟俄罗斯来做合作。那川普也把战略重心拉回到西半球，以美国防卫本土为优先。民主党当然就大骂川普了，他说他削弱了美国影响力，助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一方面是中国在这边氢弹上面的投放，另外一方面还有中俄的军事同盟是不是进入到新的阶段了？对于全球这个区域安全的冲击，上志哥又怎么看？美国这次这个所谓的安全战略的这个白皮书发布，它当然真的是对于美国长久以来的这个全球观，它还是有很大的调整。当然，特别大家关注到说美国跟俄罗斯以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在此延伸之外，也不得不说，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中俄跟俄罗斯的这种紧密，所以无上限，包括中俄的所有历来签订的这些高峰的所谓的全方面的这个合作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其实尤其体现在最近对于日本这个部分，那前阵子我们看到说中国方面公布了这个过去的这个氢弹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当时氢弹的这个试验的画面。对，那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包括核弹的试验，其实都没有公布。作为一个无论是在情报的机密上，或者是说也不想引起全世界很多的敌对或恐慌，但是呢，这次披露这个历史性的，虽然是个老的氢弹，但是我想它最重要的重点，它很明显它是直指对于日本的压力。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有关军事的消息的散布，很多人都解读说他是不是乱枪打鸟，就也要警告美国，也要警告什么？其实不是哦。大家要记得，中国现在对于所谓这种军事上的舆论性的应用，它其实都是有个特定的行销讲 TA 哦，它要针对谁？比如说，它现在锁定的就是日本。那在日本背后的部分当然是台湾，也都是直指的这同样的一条这个水平线来讲，就是它是有连带关系。然后再往后面，可能是包括对美国的一些警示；再往后面，当然是对全世界当中军事的这个宣告。
所以这个概念之上，我们讲，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因为他们都一直传出他们有非核氢弹，有人说他没有需要用过去核弹的这些包括放射性的物质，就可以做到氢弹这种引爆跟杀伤力。那这一块大家在这一次的氢弹的画面公布之后，其实是浮想翩翩的，对，而且特别是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知道中俄关系的紧密，我们特别要看一下。在今年的部分，因为9月上旬，也就是才1个多月前，俄罗斯已经正式由他们的第一总理丹尼斯宣布说，他们要把手上当中对于宽体客机的重引擎，也就 PD-26，那这个部分是现在中国大陆做不到的哈，就未来要做 C929。这个重引擎发动机要整个包括它的复合材料，包括它的发动技术，要全部都要卖给中国。你要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确实在军事能力上当中，很多发动机自己做得到，可是，在航机上，因为它的思路跟流体设计不一样，俄罗斯把最重要的东西，包括它未来研发的东西，都要跟中国分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紧密关系，从这个点我们去看出。而且不得不说，这是日本引起的争议当中最快出来指责日本，而且就历史的这个罪人的定位来指责，就是俄罗斯。所以特别是在北方四岛的部分呢，其实俄罗斯也你说配合中国吗？有很多的部分的军事的这个巡演，所以对于日本在北方四岛、北海道之外，也有产生具体的军事压力。所以这军事压力，中俄现在确实是在日本的北方跟日本的西边在黄海地区来讲，这个夹击的力量确实比较重。好，谢谢上次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